重度使用 AI 的人大概率都对这样的提示词很熟悉。你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你是一个懂市场营销的资深文案，诸如此类的句子总以同一个句式开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不直接问问题，而是需要先规定回答者的身份？如果我直接说帮我写一篇卖口红的文案， AI 也能给出结果。但如果和先设定你是一个美妆行业资深文案之后得到的回答，整个的出发点和质量完全不一样。显然，这不只是在换一种说话风格。 AI 还是那个数据量的 AI， 为什么变化会如此大？我们不谈 MOE 模型、激活专家之类的纯技术的话题，我们来聊聊深层次哲学维度的事情。你是一个的提示词本质是在规定一种话语位置。当我们设定你是一个医生，我们给 AI 的不只是一件白大褂，而是一整套现代医学的凝视方式。它会从症状、病理、治疗、方案的角度去组织回答，会自动屏蔽民间偏方、星象命理，甚至屏蔽患者主观叙事中那些非医学的部分。它带上了一种专业权限，也同时带上了一种系统性的盲区。它能看见病，却可能看不见人。它能提供标准答案，却很难质疑标准本身。换句话说，你是一个提示词，是在给它分配一个特定的话语位置。这个位置的真正功能藏在4个词里：视角、权限、标准、盲区。一旦你写下你是一个医生，你就给了他一个医学的凝视。他开始从症状、病理、治疗方案这个角度组织一切回答，获得了谈论、处方、诊断、预后的权限，同时也就失去了用民间偏方、生活经验甚至共情姿态来回应你的资格。他会用临床指南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，并且自动屏蔽那些在医学体系里不被承认为知识的东西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就碰上了一位绕不开的思想家，米歇尔·福柯。福柯一辈子都在追问一个问题，所谓主体，也就是那个说着我被认为有资格说话、有资格判断对错的人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答案令人不安，它不是天生就在那里的，而是被制度、知识和话语实践一点点制造出来的。疯癫者怎么出现的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精神病，而是当精神病学建立了一套诊断话语之后，一群人被从社会中剥离出来，放进了这个分类里。罪犯怎么产生的？不是行为本身就足以定义，而是法律、心理学、监狱系统共同生产了罪犯这个身份。病人、学生、性盗错者，所有这类身份都是被一套知识权利装置塑造出来的主体位置。我们给 AI 写提示词，以期 AI 给出更好的回答，无意之中其实是在用最浓缩、最清晰的方式重演这一整套主体化的过程。一句你是一个，就等于同时完成了分类、赋权、设限、排除，等于画了一个圈，让回答者在这个圈里成为一个特定的说话主体。如果你觉得这太抽象，不妨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世界。社会就是那个一直在给你写 prompt 的人，以期让你能够更好的以某个角色回答。那个说着我觉得、我认为的我，早在开口之前就已经被一个看不见的你，是一个提示词给规定了。所以小小的 AI 提示词远不是什么新兴技术的小把戏，它在无意中接通了一个现代哲学的核心命题：谁在说话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，而是一个被权力和知识共同建构的结果。下一期我们再来看看 context， 也就是所谓的上下文。上下文为何如此重要？